这神冥界的底蕴深不可测。即便是刚刚在明九王口中得知了大致的神冥界信息，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神冥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萧炎感受着四周肃杀的气息，心中却是波澜起伏。神冥界的底蕴远超他的想象，这里的每一处都充满了未知与危险。他知道，只有即便万物生灵死去，可他们依旧保留着完整的亡魂，在这神冥界之中领悟了魂道的真谛，才能在这片无数亡魂的土地上立足。这就是以另一种形态下生存在与九大界不同的维度中。萧炎深吸一口气，与明九王并肩前行，他们的身影在玄妙的道光中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是神冥界中又一次被刷新的认知和无尽的遐想。在他们穿行于天幽的每一层时，就有一位天冥战神投来凶神恶煞的目光，似乎随时都可能对他们展开攻击，仿佛一切闯入者都是他们的猎物。然而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明九王以及萧炎灵动目、陈无雪眉心处的冥咒时，那凶猛的神情突然一滞，随即立马收敛了起来。他们没有出手阻拦，最终目送着他们在天幽中无尽的穿梭，朝着三明鬼府的最高处洞穿而去。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他们步履维艰，穿行在天幽的层层迷雾之中，仿佛踏进了另一个世界。阴霾像是厚重的帷幕，将光明隔绝，唯有脚下依稀可辨的幽冥之路引领着他们前行。终于，当最后一丝压抑的气息被穿越，他们来到了天幽之上，也就是三明鬼府的最高处。这里便是神明三王的居所，神明三王的领地。这里不再是沉沉黑暗，而是一片幽紫色的月光照耀之下，三轮明月悬挂于高高的三明鬼府的虚无上空，散发出一种既非光明又非黑暗的神秘光芒。这道光芒洒在整座无边无际的三明鬼府之上，使得整个场景显得既虚幻又真实。萧炎、灵动、沐尘、无雪，他们站在三明鬼府的最高处，他们俯瞰着下方，心中的震撼难以言表。这景象仿佛只应在梦中出现。现实中难觅踪迹阴森的宫殿、蜿蜒的长廊、错综复杂的暗道，在幽紫色的光辉下都显得扭曲而神秘。一阵幽风吹过，带着阴冷的气息，却掩盖不住三明鬼府深处传来的哀嚎和哭泣声。这声音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尤为凄凉。这里就是明九王前辈的所居之所吗？萧炎他们环顾四周，只见三明鬼府之巅的景色与下方截然不同。这里没有阴暗的角落，没有压抑的气氛，只有那三轮幽紫色的明月静静地守望着他们。能感受到那三轮月光中的悲悯与威严，仿佛每一轮明月代表着神明三王的其中一王，而这三轮明月又似是神明三王的目光，正透过月华审视着每一个踏入这片领域的生灵亡魂。三明鬼府之巅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保护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片静谧之地。他们站在这片神秘而又庄严的虚无上，心中充满了对神明界的敬畏。到了，你们要见的神荼王就在那里面。明九王说着，他便是抬起头，目光看向了虚无上空处的那三轮散发出幽紫色光芒的明月。三轮明月一字排开，而最中间的那一轮明月似乎颜色更加深沉，并且体积也比左右两颗的明月要大了1倍，给人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无形威压。明九王前辈，你的意思是说，神荼王他在那轮明月之中？萧炎他们同样抬起头，被上空处的那三轮明月所震撼，在明月之中还能够住着神灵，这还是他们首次所闻之事。看着萧炎他们的表情，明九王自然明白他们心中的想法，然后笑道：不错，我们神冥界与你们九大界都会有所不同，你们也不用震撼，在神冥界之中，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虽然明九王这么说，可是在萧炎、灵动、沐尘他们的心中依旧感到无比的震撼。这神冥界不仅面积广阔无边，其中的一些事物比起九大界的事物前者更加的不切实际，但是在神冥界之中，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存在。走吧，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神明三王之首的神荼王。带领着萧炎来到此处，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毕竟想要让活人进入此处，无法超捷径，只能穿越各种炼狱幽冥之中，最后才能够抵达三明鬼府之巅。明九王身影如鬼魅，在浩瀚的明月之中划开一道幽深的轨迹，带领着萧炎等人踏入了这片神秘的领域。他们穿越了一层朦胧的月华，眼前突现一片无垠的海洋，海水在月光的映照下泛着银色的波光，这是一片宁静而又庄严的海域。海水似乎凝固了，没有一丝波澜，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神圣气息。在海洋的深处，一座古老的鬼城若隐若现，它悬浮在虚无缥缈的水面上，城楼间缥缈的雾气与周围融为一体的月色相互映衬，形成一幅诡异而迷人的场景。当萧炎他们的目光接触到那座鬼城，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升腾而起，仿佛能感受到那城中每一砖每一瓦压抑着的诡异的哀怨。正当他们的身影距离鬼城越来越近时，海水中突然传来了阵阵凄厉的哀嚎，声波如同利刃般刺入耳膜，使得每个人的心灵神魂都陷入了混乱。见此，明九王眉头紧锁，他体内的生死之道如沉睡的巨龙苏醒，一股磅礴的大道神力自他体内爆发，化作一道璀璨的光幕，将这些能够将人神魂迷失的哀嚎声一一驱散开来。随着那股强大气息的释放，周围的海水开始波动，荡漾出层层涟漪，仿佛是明九王的意志
在与海洋沟通，为萧炎他们开出了一条安全的道路。鬼城的阴影在波动中逐渐清晰，他们得以继续前行。在这片神秘的海洋中，明九王就如同夜的主宰，无所不能，马上就能够见到神荼王了。虚儿彩铃，你们要等着我，我一定会复活你们。萧炎望着已经近在咫尺的那座鬼城，心中开始浮现一丝激动，周围的空间不断的扭曲。下一刻，萧炎等人就踏入这座荒凉的鬼城之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破败的石砌高墙，厚重而又充满沧桑无形之中，他能感受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规则之力，似乎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行在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房屋门窗紧闭，透不出一丝光线，显得异常诡异。随着他们的脚步深入，一座古老而神圣的宫殿逐渐显露在视线中。这座宫殿显得异常庞大，其上的雕刻精细复杂，流转着淡淡的光芒，仿佛是另一个时空的入口。一般宫殿散发出的气息强烈而又深远，与周围的死寂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萧炎灵动木尘无血的身影出现在古老神圣的宫殿前，只感觉到自己的大道与这股气息相比，如同渺小的尘埃，能够让玄妙的大道都变得渺小。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大道之上的造化规则，一旦触碰到这宫殿中的规则，即便是他们的大道主神修为也会瞬间崩解，化为虚无。然而那气息的强大和神圣又如同魔咒一般吸引着他们，让他们无法自拔。他们凝视着古老神圣的宫殿，心中充满了震撼与不安，仿佛即将面对的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审判。这里有强大的规则之法，我们的大道之法似乎一触即破。萧炎边走边惊骇地说道，显然已经被这里的造化规则之法所震慑，内心深处本以为大道之法已经是能够让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有着足够的信心不败，然而现在他们来到神荼王所在之地后，竟然有着如此强烈的感觉。呵呵，你们不用惊慌，神荼王不会对你们出手，毕竟你们来到这里的事情他早已经知晓，或许现在正等着你们过去呢。明九王一脸笑意，似乎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看到明九王那极其放松的姿态，萧炎、灵动木尘他们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如果真的如明九王所说，神荼王已经知道了他们来此的所有事，那就不用自己开口说了。这样一来，或许事情也会更加的好办一些。明九王的脚步来到了那座古老神圣的宫殿大门前，停了下来。萧炎他们感到有些疑惑，虽然不解为何明九王不进去，但既然对方都停下脚步了，那么他们也只能一样停住步伐。然后下一刻，那古老神圣宫殿的大门竟是被一股无形的规则之法所打开，一股阴冷无比的幽风从宫殿中席卷而出，瞬间让的这片虚无空间的温度急速下降，降到令人都失去了感知，仿佛被幽风所带走了一般。你们三位便是那无上的传承者吗？我已经等你们多时了，进来吧。一道悠悠声从宫殿的深处传来，使得这里的规则之法有所流动起来。但是这并不是对萧炎他们进攻，而是对萧炎、灵动木尘、无血他们到此的欢迎。走吧，神荼已经在等你们了。明九王对着身后的几人和声道，然后抬起步伐走进了眼前这古老神圣的宫殿之中。萧炎他们也是望着四周一圈后，同样紧跟脚步走入了其中。只见这宫殿里面没有陆地，而是与外面的那片海洋一模一样，仿佛刚刚那片海洋连接着这座宫殿。在宫殿深处，一张王者之椅屹立于殿堂尽头，他那霸气侧漏的雄姿仿佛诉说着无尽的威严与荣耀。以上似有一位王者端坐，但他的面容却被一层飘渺的规则之力遮蔽，如同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让人无法窥见真容。好诡异强大的力量！灵动踏入宫殿的瞬间，便是感觉到自己的大道神力受到了无形的压制，仿佛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封印，难以施展。的确，我们的大道神力几乎被锁死，这里面仿佛是一个磁场一般，在这磁场内的所有神力都会被压制。牧尘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进入到了神荼王的造化规则领域内。在这个规则中，所有的反抗，所有的力量都是毫无作用，因为神荼王已经触及到了大道之上的造化之境。如今他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造化主神。要知道，造化主神乃是无上之下最强大的存在，而且随着天古浩劫发生后，造化主神少之又少，所以即便是神奇联盟盟主突破造化之境，都花费了万年的时间，而且肯定也付出了极其大的代价，甚至在其背后应该有大人物出手帮助，不然在如今的大咒中，想要从大道极限突破造化之境，根本是微乎其微的事情。况且万千大道沉寂，想要成为大道主神都非常困难。登临造化主神更是难上加难。宫殿内的空气似乎凝固，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弥漫在每个人的呼吸之间。萧炎、灵动木尘他们不仅是神力被封锁，更有来自宫殿深处的规则之法，他们在无形中编织成一张大网。突然，宫殿的地面开始剧烈震动，仿佛海洋在翻腾。波动之中，陆地的轮廓渐渐清晰。从海中升起，萧炎他们直接是目瞪口呆。只见宫殿中的空间如同画布一般被重新勾勒，海洋与陆地在一瞬间完成了转换，而那股规则之法也随之变得越发明显，似乎在宣告着这片领地的主权。周围的景象突变，原本浩瀚的海洋在瞬间化作了无边无际的陆地，
一座庞大的大陆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这片大陆上，规则之法如同薄纱一般轻轻铺洒，隐隐散发着神秘而又深邃的光芒，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萧炎等人早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变化所震慑，根本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做到的。而且刚刚的海洋以及现在的陆地都是真实的存在，根本不属于幻境。如果是幻境的话，他们自然是知道，但眼前的一切变化都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他们的脚跟落在了这片陆地之上，结实的大地直接震撼他们的心中，使得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无比骇然之色，在陆地上迈着步伐走向深处。只见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深处的一张巨大的椅子上，他们的眉头微微皱起，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与好奇。好强大气息的椅子，仅仅看一眼都感到我的神魂在剧烈的想要破体而出。萧炎看着远处的那张椅子，呢喃道：那颗不是普通的椅子，而是绝世神器排名第5的幽灵王椅。它是认主的，除了主人之外，任何人接触到它都会被其中的可怕力量所吞噬，化为被幽灵王椅中的亡魂。这里的每一处细节都隐藏着深奥的道理和可能的危险。尽管大道神力受限，但他们并未感到惧怕。整个宫殿中，除了那张幽灵王椅，其他一切似乎都被定格，静得出奇，连呼吸声都显得格外清晰。他们每一步的移动都会在心底激起层层涟漪，仿佛在与这片空间的规则进行着无声的对话。当萧炎他们走得越来越近后，在宫殿尽头的幽灵王椅之上，不知何时出现一道身影。他们的目光望去时，还看不清对方的容颜，仿佛是刻意的被一股无形的规则力量所遮掩。然而从他周身散发出的气息，大家感受到了一种超越生死审判的力量，那是对生命奥秘的洞悉与掌控它的存在，仿佛是时间的尽头，空间的深渊。一切生灵在他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他的意愿便是无数生命的转世重生。在他的面前，所有的争斗和欲望都化为了虚无，唯有顺从与敬畏，方能触摸到那丝可能的救赎与希望。他的气息仿佛能够穿透一切虚妄，直达神魂深处。在他的面前，众生皆显得渺小而无力，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仿佛一切生命的抉择都在这一瞬间交托于这位神秘的存在。他所坐的幽灵王椅散发着悠悠的诡异光芒，如同繁星点点，映照出整个宫殿中的幽冥。而他的身姿虽然难以辨认，却自有一番威严与神圣，仿佛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掌控着万物的生命轮逝，并且似乎承载着天地间最沉重的决断。每一次呼吸都似能洞悉万物生灭。无形中，他掌控着生命轮逝，彼岸之桥的周者等待着魂魄的度过，审判着过往的善恶，一念之间可让万千生命得以重生或涌现幽冥。他的存在超越了尘世的理解，是神冥界魂魄转世的唯一导师。转世之道，生命年轮，在他的指引下缓缓展开。在他的前方还有着宫殿堂中无数等待着生命转世的无数魂魄，整个这方世界都在等待他的旨意，等待他决定无数魂魄的命运，等待他开启生命尽头的真理。在这片沉默中，那身影微微动了，他的手掌轻轻伸出，那一刻仿佛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膜拜他的动作虽轻，却蕴含着无穷的转世力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以及心灵上的冲击。而就在此时，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那是转世之门缓缓开启的声音。在他的掌控之下，无数魂魄将在这里完成转世，踏入新的生命旅程。无上魂魄们感受到了那道身影的召唤，他们纷纷汇聚而来，等待着生命转世的机缘。在那道身影的掌控之下，转世之道缓缓开启，生命年轮得以延续。在这神圣与威严的笼罩下，一切都在静静的流转，仿佛时间本身在这一刻停滞，唯有那道身影是永恒不变的生命真理。那些魂魄也即将面对他们转世后一切重新的开始。生命转世之能尽收在萧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的震撼目光中。仅仅看到这一幕，他们都隐隐感觉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生命的开始以及生命的结束。然而在这道神圣的身影手里，这些所谓的死去生命依旧能够得以获得生命年轮的延续开始。萧炎的心中更加充满了信心，因为自己的薰儿和彩铃他们的魂魄真的可以复活了。他立马加快的速度来到了那道模糊身影的面前，而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也紧跟而来，四人跪拜而下，拱手对着幽灵王椅上的那道模糊身影恭敬道：小辈见过神明三王的神荼王前辈。然而幽灵王椅上的那道模糊身影并没有回应，只是有一双目光正在看着他们。见神荼王并没有说话，萧炎、灵动、沐尘、吴雪此时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既是期待又是忐忑。他们知道此刻站在这里已经是超越了生死，而神荼王的目光如同穿越千万年的智慧，静静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在他们四人的身上，神荼王看到了他们未来成长的震撼一幕。三道神圣之光耀眼9大界，三位无上传承者各自无尽成长变强，甚至看到了他们的大道竟是万千大道之上的无上道法。果然是那3位无上神的无上传承者，未来之路潜力无穷。这时神荼王也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幽冥的深处之声。神荼王的深蓝色身影在幽暗的空间中显得格外神秘，他的衣袍如同深邃的夜空，泛着淡淡的光泽，
仿佛蕴藏着神明界的幽冥与寂静。他的瞳孔深邃如海洋，流转着生命的智慧与沧桑，仿佛能洞察人心，触摸到生命的真理。随着神荼王的声音响起，周围原本模糊不清的景象开始逐渐清晰，而那些规则如同织成一张巨大的网，也引入了幕后，继续维护着这方世界平衡规则。但是神荼王与明九王和颜鬼王不同，虽然是神明三王，但是三王各具不同的特性。神荼王的气息更加神秘莫测，明九王似一片幽暗的海洋，深不可测；颜鬼王则如同阴冷的寒风，刺骨而无情；神荼王则是深邃的星空，让人既感到遥不可及，又充满对生命敬畏与向往。只有这位神明三王之首的神荼王，让整个空间都似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意义。或许这就是超越了生死之道、审判之道的转世之道，这是对生命真理的掌控，延续玄奥道法，也是神明界中除了无上明神以及通天司神的道法之外最强之道。